12月19号，一部还没正式播出的短剧预约量已经突破了70万。你没听错，还没上线就已经成了年末最受期待的甜宠短剧。而让所有人都在讨论的只有一个问题：冰山医生和精灵摄影师这一次到底谁会先沦陷？说的就是王浩真和翟一莹的新剧《难撩》。先说说这两个人，王浩真，圈内人都叫他与 quote 吻戏狂魔，与 quote 戏路宽得很，古装网页现代霸总，随便切换都能拿捏。而翟一莹被观众封为与 quote 甜妹霸主，与 quote 出道以来演过60多部作品，换男主就像换衣服一样频繁，但每一次都能撩出真实的化学反应。这次不是两人第一次合作了，这是他们的与 quote 二搭与 quote。上一次两人在《岁岁淮安》里演的是与 quote 病弱霸总与 quote 配与 quote 阳光甜妹与 quote， 那部戏当时直接冲上热搜。这一次二搭默契值直接拉满，很多粉丝还没等开播就已经开始在评论区喊话与 quote， 冲着这对 CP 我提前请假与 quote。 但你可能要问了，这次的人设到底特别在哪儿？关键就在这个反差。翟一莹这次演的是一名自由摄影师，叫关之，人设灵动鲜活，直球敢爱敢追。而王浩真演的是一名心外科医生周翟青，人送外号与 quote 冰山医生，与 quote 高冷克制禁欲。两个人的初遇发生在新疆旅行途中，关之对周翟青是一见钟情。而周翟青呢，表面上冷若冰霜，实际上事情开始变得不对劲，是从一场雪开始的。剧里有一幕，周翟青顶风冒雪去救援遇险的关之，这场戏被很多提前看过片花的观众称为与 quote 名场面与 quote， 因为两人在雪地里对视的那一瞬间，全程没有一句台词，靠的全是眼神。紧接着又是两人湖畔共赏银河的镜头，浪漫值直接拉满。但真正让这部剧提前爆火的是另一场戏，关之在情绪上头的一瞬间，直接强吻了周翟青，而周翟青的反应成了整部片花里讨论度最高的片段。他先是愣住，耳尖瞬间泛红，然后转头做了一件事，把关之的联系方式直接拉黑。你没听错，被强吻之后，第一反应不是心动，而是与 quote 拉黑与 quote。 这个细节一出来，弹幕直接炸了。有人说这才是真正的与 quote 纯情高冷医生，与 quote 该有的反应，嘴上说不要，身体却诚实的泛红。也有人说这种与 quote 反差萌与 quote 才是甜宠剧真正的杀手锏，比起直接接受表白，这种与 quote 嘴硬心软与 quote 的拉扯感才最让人上头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另一件事也发生了，网友开始把这场戏和两人上一部合作的《岁岁淮安》做对比。有意思的是，两次合作人设完全不一样。上一次是与 quote 病弱总裁追妻火葬场与 quote， 这一次却反过来变成了与 quote 女主倒追，男主嘴硬拒绝与 quote。 有评论说得很直接，与 quote 这才是真正的双向奔赴，不是谁必须追谁，而是两个人轮流沦陷与 quote。 如果你也觉得这种与 quote 反套路与 quote 设定不简单，记得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故事。那这场戏为什么能提前引爆话题？说真的，答案可能没那么复杂，它精准踩中了当下短剧观众最想看的东西，不再是千篇一律的与 quote 霸道总裁爱上我与 quote， 而是与 quote 女强男弱与 quote 式的情感拉扯。翟一莹演的关之不是被动等待被爱的菟丝花，而是主动出击敢爱敢恨的现代女性。而王浩真演的周翟青也不是无所不能的霸总，而是一个会脸红、会心动、会犯傻的普通人。这种设定恰恰是短剧市场正在经历的一次转型，早期扎堆的与 quote 霸道总裁与 quote 模式正在慢慢让位给更多元的人设组合。而这也是为什么两人的与 quote 二搭与 quote 比第一次合作更让观众期待。你猜怎么着？业内很多人分析过，甜宠剧真正的爆款公式从来不是靠颜值堆出来的，而是靠与 quote 人设反差与 quote 和与 quote 情绪节奏与 quote。 翟一莹和王浩真这对组合恰好把这两点都拿捏住了。
评论区告诉我你更喜欢哪种设定，是与 quote 病弱总裁追妻与 quote， 还是这次与 quote 冰山医生反被撩与 quote。 不管你最终更期待哪一种剧情走向，有一点其实已经越来越清晰。第一，翟一莹这一次的甜妹人设真的玩出了新的层次。很多人第一次认识翟一莹都是因为她身上那种天然的甜，她笑起来眼睛弯弯，说话轻轻柔柔，很容易让观众产生亲近感。所以过去她出演的很多角色都带着一点小太阳式的温暖，也因此收获了不少喜欢。但如果仔细看男撩的预告和目前释出的物料，你会发现这一次的甜不再只是停留在可爱2个字上，她依然会害羞，会脸红，会因为一句突如其来的告白而手足无措，也会在喜欢的人面前露出少女最真实的一面。但与此同时，她也拥有自己的判断、自己的坚持，以及面对生活和感情时的独立态度。她不是为了爱情放弃一切的人，也不是只能等待别人来拯救的女孩。她会主动表达自己的想法，会在受委屈的时候勇敢反击，会在感情里保持清醒，也会为了自己的梦想努力向前。这种人物设定其实更符合现在年轻观众对于爱情剧女主角的期待。真正吸引人的女性角色从来不是完美无缺，也不是一味柔弱，而是在温柔和坚定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。所以这一次翟一莹饰演的角色甜得更加真实，也更加有力量。第二，王浩真的反差萌很可能会成为整部剧最让人上头的记忆点。这些年，霸道总裁、高冷男主、腹黑男神，我们已经看得太多了。真正能够留下印象的，并不是一直冷着脸，而是那些偶尔露出的不受控制。比如，明明平时一本正经，却因为女主一句话突然耳尖泛红；明明嘴上说着不可能，身体却已经下意识的靠近；明明习惯掌控一切，却在喜欢的人面前变得手忙脚乱。这种强烈的反差，往往比任何一句深情告白都更有冲击力，因为观众会觉得那不是演出来的，而是真正动心之后，任何人都无法隐藏的本能反应。一个耳尖泛红，一个眼神闪躲，一个偷偷扬起的嘴角，一个来不及掩饰的小动作，这些细节比长篇大论的台词更有说服力，也更容易让人反复回味。很多爆款甜宠剧真正出圈的，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剧情，而正是这些生活化、细腻又真实的小瞬间。而王浩真这一次展现出来的表演方式，也恰恰抓住了观众最容易共情的地方。第三，也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，观众真正想看的，从来都不是一段毫无波折、完美无瑕的爱情童话。如果两个人一开始就互相喜欢，没有误会，没有试探，没有拉扯，没有成长，那么故事反而很快就会失去吸引力。真正让人欲罢不能的是那种明明彼此心动，却偏偏谁都不愿意先承认；明明互相在意，却总是因为各种原因一次次错过，一个慢慢靠近，一个不断后退，一个鼓起勇气，一个假装无所谓。这种你追我躲，你进一步我退一步，最后谁都逃不掉的情感拉扯，才是爱情最真实也最容易让观众沉浸其中的状态。因为现实里的爱情本来就不是一眼万年，而是在无数次试探、误解、靠近和理解中，一点一点确认彼此的心意。观众追剧其实追的也正是这种心跳加速的过程，他们期待的不是结果，而是每一次眼神交汇时的悸动，是每一次嘴硬心软时的反差，是每一次差一点就说出口却又咽回去的遗憾，也是终于勇敢拥抱彼此时那份积累已久的情绪释放。也正因为如此，男撩还没有正式播出，就已经预约突破70万。这70万预约的不只是翟一莹和王浩真的首次合作，也不仅仅是一部甜宠剧，而是观众对于一段真正能够让人重新相信爱情、重新感受到心动的故事所寄托的期待。至于这份期待最终能不能兑现，还要等正片上线之后，由观众亲自给出答案。但至少现在，男撩已经成功让大家开始期待下一次心跳，也让越来越多人愿意相信，也许最好的爱情从来不是轰轰烈烈，而是在一次次靠近与逃避之间，最终坚定地走向彼此。我们一起期待男撩的正式播出，我们下期见。